官方刚刚发布了来年演艺之星系列活动的最新优化调整方案。首先是演艺之星评选，后续将增加名额顺延的机制，也就是当国服和国际服出现角色重复时会进行顺延，但这个顺延具体是哪一边，其实也挺难分配的。如果是两边一起顺延，那顺延的角色重复还好说，如果不重复，是两边一起都有呢，还是选其中一个呢？如果两边都可以有，那监管者假设重复顺延两边不重复，那就是3个；求生者顺延不重复，那就是5个，也就是最多会出现8个名额，所以最多只能其中一方顺延。感觉可以试试两边轮流顺延的机制，但哪一边开始也挺难说的。然后是提高投票的门槛，像此次事件中，星号只需打2把人机就可以进行投票，实在没有太多时间成本，所以后续感觉可以从阅历等级增加星号的时间成本，或者投票期间需满足多少对局场次才能投票，从而达到增加时间成本的目的。此外，考虑到学生的原因，这个对局门槛不能过高，当然也可以增加在线时长的投票限制。然后下一个是减少活动投票的整体时间。最后是最佳演绎宁福奖这边的方案，第一个是额外增加角色名额并调整评选制度，其中调整评选制度应该是求生者和监管者分开评选，那在不出现角色重复的情况下，每年最多可以有4个宁福奖名额。这个对于官方来说工作量还是蛮大的，也不知道因为产能增加，时装这边是否会出现质量下降的问题。最后还有调整宁福奖的 PV 设计，以减少 PV 内设计对投票评选的影响。比如像此次杰克的设计深得人心，迎来大量路人缘投票。当然玩家这边也不希望优秀的设计被埋没，也不知道官方这边能否考虑在胜出的角色里能让玩家选择往期 PV 中的一款进行设计呢？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看法，也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